雄莫问出身，莫问出身，顶天立地男子汉，花开花落叫佳人，说尽了悲欢多少情，英雄自古无完人，无完人。天旭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父亲，究竟谁是您的亲生儿子？是我呀，还是朱元璋啊？你为何要将大魏让给他？啊？你让我有何脸面苟活于人世啊？让我如何在义军里边立足啊？哎呦，我那是在试探他，试探，你懂吗？朱元璋这回立了大功，义军中声望大涨，连彭老帅都说他是个帅才。我就是想看一看，我这个义子他心里头贪不贪，是不是忘乎所以，想不想取我而代之？还好啊，我让位的意思刚一出口，他就惶恐无地，流着眼泪拒绝了。哎，你说我这个义子对我忠不忠啊？可是父亲仍把他立为副帅了。连这个你也吃醋？他的本事难道在你之下？是，这朱元璋确实有过人之处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说话。好了好了，我仍然有一个担心。说吧。你可以让朱元璋出去发展，但是万万不可给他拨几千精兵。为什么呀？你想想，像朱元璋这种人，不可能久居人下呀。几千兵马足以使他割地自立，占山为王了。真到了那一天，他也许就用不着副帅您了。所以说，朱元璋对您再忠诚，你也对他有所制约，有所提防。你万万不可给他几千精锐兵马，而是应该给他一些老弱。让他能够自立，但是却不能称雄。如此一来，他仍然离不开父亲，仍然得时刻仰仗父亲的力量。您说呢？副帅，咱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就等您下令了。咱认为后天出兵最好。元璋啊，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放心不下。你带几千兵马出去，这供给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啊！现在外面是赤地千里，民不聊生，这每天人吃马嚼的得多少粮草？你上哪征进去？所以，元璋恳请副帅多给予些。不如少带些弟兄，等站稳了脚跟，再逐步的发展。那副帅想给咱多少人马？500。饼子营你可以全带走。饼子营，副帅，那饼子营都是些老弱，万一遇到点情况，我们无法应付啊。他们不是老弱，而是老营。这些弟兄个个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，且善于应变，正是你创业的时候用得着的人呐。另外，我再多给些粮草，多给银两，这样半年之内你就不会为了供给而发愁了。副帅，这3000兵马，咱不要了，饼子营咱也不要了。那你要什么呀？咱只要18匹战马，18位兄弟，这样反而行动自如，毫无顾忌。你这是气话。不，副帅，我没有说气话。那这我都写好了，您看。
康和、徐达、常遇春、邓玉。哈哈，这些大都是你的结义弟兄吧？个个是骁勇善战啊！副帅，我别的什么都不要，就要这18位兄弟，恳请副帅准许。好，就冲你这种雄心，这种眼力，我都给你。谢副帅。梅子，把你一个人留在城里，咱还真放心不下呢。我早就想开了，你们男人出去打天下，四面结敌，居无定所。再说我又怀了孩子，跟着也是不方便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应该离开你，真是对不起了。我能照顾好自个儿，倒是你让我放心不下。你那脾气一上来，不顾死活的。冲爸，你可记住了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千万约束着自个儿的性子。哎，记下来。咱这一走，你会变成人质了。我想义父不会把你怎么样，倒是那个郭天旭，肯定会为难你的。有义父在，郭天旭也不敢太放肆。再说了，你们要是能在城外打出一片根据来，我在城里不是也跟着风光吗？冲爸，你们能用功劳把我抬起来的。说的也是哈。这次你们这18条汉子出去了，绝不能灰头土脸的回来，一定得打出一片业绩来。我最大的业绩啊，就是娶了你，要不然我现在还是个马夫呢。那是，要不我嫁你干嘛？我没眼力啊。妹子，你好好的把大马给生下来，等哥带着工业回来以后，咱一包抱俩。从这时起，咱终于有了自个儿的兵马，自个儿的天地。那一刻，我真想仰面苍穹，大吼一声：“咱朱元璋来了！”哪位先生尊姓大名啊？老朽李善长。在下朱元璋。这是我们大帅。如今大帅多了，遍地都是，说老朽无礼。驾！你这老不死的，竟敢如此无礼！我宰了你！哎，别，随他去吧。这个人遇刀兵如履平地，气度不凡呢。今日开讲本纪第8，高祖。高祖者，沛丰邑中杨里人，刘氏，字季。父曰太公，母曰刘骜。刘骜常系于大泽之碑，梦与神日。时时雷电晦明，太公往事，则见蛟龙卧于其上，已而有韵，随产高祖。
哎，为何发笑？汉高祖刘邦是咱最敬佩的人，没想到是个龙王配出来的。大帅想干什么？在下想请先生教我读书学史。大帅为何要读书？为何要学史啊？这人啊，这不读书不知史，枉为人呢。未必。大帅不读书不知史，不也成大帅了吗？先生，哎，先生，你想干什么？元璋叩请先生当元璋的军师，请先生万勿推辞啊！老朽身无刀兵之勇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岂敢从命啊？咱早就打听清楚了，先生您是这定远城里的第一大才子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，博古通今，神机妙算。就是现在这世道实在是太乱了，所以先生不得不以教书为生。刚才我看见先生骑着毛驴从刀兵中走过，独来独往的，不以生死为意，在下十分的钦佩啊！哎，先生，咱起兵不久，就想为天下的百姓打出一个太平世界来，但是所知浅陋，兵马薄弱，难以成大业。元璋恳请先生相助。凭你，也想给天下百姓打出一片太平世界？对，咱肯定行。那好，远了不说，大帅能否先给定远百姓一点点太平呢？您说怎么给？听说大帅把定远官仓拿下了。没错，6000担粮食。定远百姓已经断粮半年多了，干请大帅能否拿出3000担粮食赠与全县百姓？老夫粗粗算下来，每人可分得3斤白米，这样一来，全城的男女老少就能吃顿太平饭了。先生，这可是咱义军的军粮啊！你知道吗？如今这一担粮食是30两白银呐，咱这下一步招兵买马全靠这批军粮了。这3000担是不是多了点儿？看来大帅是舍不得呀。大帅的太平世界，却不过是3斤。凤阳朱元璋警告天下，元军窃居神州，百姓水深火热。元璋巡天道起义军释除元军，开创太平盛世。元璋特靠父老乡亲定远官仓粮食全部奉还于民，并设坛立旗，招募义军。元璋以为要在这乱世之中有立足之地，开创大业，首先就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义军。这军要从何开始啊？就要从立规矩开始。今天，元璋与众位兄弟在苍天大地之间，在四方百姓面前歃血为盟，订立军规。真好啊！来，把酒都端起来。承天道，顺民心，扫除元军规，澄清寰宇。承天道，顺民心，扫除元军，澄清寰宇。爱百姓，严军规，精忠报国，奋勇当先。爱百姓，严军规，精忠报国，奋勇当先。不怕死，不
元璋来晚了，请先生恕罪。大帅，大帅连日来所作所为，令在下不胜敬佩。在下思虑再三，决定不必潜露，冒昧造访。如蒙大帅不弃，在下愿竭尽所能，略效联络之力。真的，先生请受朱元璋一拜。万万不敢，大帅快请。元璋有先生相助，真如同当时的刘玄德请到了诸葛亮，做梦都会笑醒的。大帅也许胜于刘玄德，可在下万不敢和卧龙先生相比。大帅，别叫什么大帅，大帅那是都是唬外人的，你就叫我元璋吧。那不同，我听说你的弟兄称你为上尉。这名目好啊，既明白又不落俗。我可否也称你为上尉？成，当然成了。您称我为上尉，我称你为先生啊，先生，里面请。看茶。大卫啊，在下想先请教一件事啊，您说。破城之后，我曾劝你拨出1半粮食舍给百姓，你舍不得。可是为何几天后，你竟然将6000担粮食全部舍于百姓呢？先生先请坐。我来。不瞒先生说呀，当时我没有明白您的深意。说句实话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那天晚上，我彻夜未眠，直到黎明时分，我才恍然领悟。先生让我放粮，其实是想让我争取民心。上尉是聪明过人，一点即透。这个当今世上，各种名门大帅，可谓是俯拾皆是，数不胜数。他们呢，拥兵自重的不少，可真正得民心的却不多。上尉刚刚起兵，重在造势。什么是势？在下以为，最大的声势，就暗藏在老百姓的心中。是，先生，咱是放牛娃出身，太知道粮食的珍贵了。咱爹咱娘，一个哥哥2个妹妹，都是被活生生的饿死的。当时家里要有半斤米的话，他们也不至于死啊。咱爹咱娘在临走的时候，家里就只剩下1碗粥了。我还清楚地记着，粥里只有13克米。咱爹咱娘没吃上，因此他们死了。咱吃上，一直活到今天。先生，1把米，1条命，不光是1条命，他们还值1大片人心呢。这10多年来，天灾连绵不断，几十英雄豪杰纷纷起兵造反，都说是为了反袁。你说，他们真的是为了反袁吗？大元开国都8、9、10年了，他们为什么早不反，而现在反？说白了，就因为现在的朝廷无道，天地无情，恶殍遍地，家家断炊。造反是让饥饿给逼出来的，造反者是为了活命啊！先生，你说的太对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放粮的告示一发出以后，方圆几百里的百姓全都蜂拥而至。元璋10日之内就聚集了3000的义军呢。我能给他们什么呀？最多是1碗饭吃而已，而他们就能心甘情愿地为咱出生入死了。可上尉这碗饭里头，还有一份希望，一份公平，为此，他们才愿意跟你出生入死。先生，元璋起兵不久，力量薄弱，可眼前呢，
又是天下大乱，豪强满地，咱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稍不留神就会被援军击溃，或者被其他义军所吞并了。先生，咱们怎么才能站稳脚跟，发展大业？这是咱现在最焦虑的事儿。请先生教我。我有3句话，9个字，奉送上尉。快说。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明白这9个字的价值，直到10几年后开元立国了，才意识到，正是这9个字的战略，让我登上了帝位啊！所谓高筑墙，就是脚下有一块根据地，背后有一座城池，等站稳了脚跟，再徐图发展。万不可朝秦暮楚，志大才疏，今日连甲打乙，明日又头柄相盯。表面上看是东征西讨壮大声势，其实已坠入流寇一路了。先生说的实在是太对了。这些义军们呢，整天你争我斗，分分合合的，力量全使在内耗上，元璋早就有切骨之痛。所谓广积粮，就是积蓄力量，尤其是粮草、兵马、军械。不会积蓄者，吃一口少一口，打一仗少一批；而会积蓄者，则能让地里的庄稼再生长出庄稼来，让手里的兵马再繁衍出兵马来。说得好。最难的，恐怕就是缓称王了。过往近来，世道越乱，称王称霸者就越多，而且往往还急于称王称霸。他们手里还没几杆刀枪呢，就先封自己什么天王、地王、龙帅、虎帅什么的。他们呢，与其说是仗势欺人，不如说是仗势唬人。在这块土地上，你随便往哪一站，放眼望去，不出100里，就能数出1达的天王来。终有一天，上尉肯定能成为王，但现在万万不可。现在上尉应该埋头练兵，积蓄力量，宁为韬晦，无需张扬。即使到了足以称王的那天，称王也是越晚越好。为何？因为那将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不但朝廷会首先发兵剿你，就连各地的义军也会侧目而视。元璋记住了。再说一遍：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有此3者，上尉定能以小见大，从弱到强，最终一统天下。先生说什么？一统天下？我没那么大野心。上尉如果不想取天下，何必收用我李善长啊？
你不是在侯州城吗？你咋来了啊？逃荒要饭来的。哎，这是这咱儿子呀。儿子，真的！来，给我！哎呦，哎，妹子，你看，哎，他冲我笑呢，哎呀，妹子，你可真了不起，一生就给咱生个大棒小子！来，看，咱朱元璋有儿子了！恭贺上位喜天公子，妹子，先生请，好，都下去吧。妹子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元军调集了10万兵马，突然攻打亳州城，险些破城。虽然后来被打退了，但义军兄弟伤亡惨重，连彭怀王都战死了。那我义父呢？义父没事儿，可他的部下伤亡过半。现在亳州城里断草断粮，一片混乱，没吃没喝的。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，所以带着孩子找你来了。亳州城群龙无首，这恐怕要再起争端了。不是恐怕，我看是必起争端。为何？元军刚刚败退，孙德崖就率领大军进了亳州城，他直接住进了彭府，号称自己就是怀王，还说要统领亳州义军呢。哦。元璋无儿如面，亳州万疾，孙不为患，派你率部速归，助我抗孙。先生，你看，上尉，夫人连日来受累了，可否先让夫人歇息用餐呢？啊，对，妹子，你先下去歇息，我这就来啊。哎，来人呐，伺候夫人。看来我要举兵打回亳州城去了。上尉，在下以为万万不可呀！为何？上尉，元军已经败退，以此时返回亳州，并非抗元护城，而是卷入郭子兴与孙德崖的争斗中去，图着牺牲而已。其二，你好不容易才建立了自己的队伍，打下了自己的根据地，一旦回到亳州，便是前功尽弃，你这上万兵马都将被郭子兴收回去，他将何用呢？抗孙。其三，回城容易出城难，在这儿你是主子，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海阔天空。而一旦回到亳州，你便是郭子兴的部下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将受他人所知。先生说的不错，但是我义父现在身处险境，又有军令招我，怎敢违抗？行书在下直言，郭子兴与孙德崖竟然为区一座亳州城而争斗不休，可见这两位大帅都是目光短浅、心胸狭隘之人，绝非成大事者。而上尉您，则有龙腾虎跃之相，有叱咤风云之才，应该抛弃与他们的株连，独自开天辟地，另成一番功业。上尉，亳州城只是一座弹丸牢地，回去就会被他锁死。上尉万不敢被亲情所累，重新坠入他人掌中啊！但是义父对我的恩情大于天，又有军令在此，我怎么能够拒绝他？怎么拒绝？咱们大大方方、漂漂亮亮的拒绝。什么？先生，你说什么？咱们此刻亳州城最缺什么？一缺兵马，二缺粮草。妹子刚才都说了，亳州城里早就没有吃喝了。那好，咱们派300精兵，给亳州城送3000担粮食去。
那300精兵是威，那3000担粮食呢，就是情分了。再加上在下的一封书信，我敢担保，孙德崖绝不敢轻举妄动。好，太好了！什么？副帅，孙德崖的几千士兵把帅府围得水泄不通啊，既不让进也不让出。您听，皇上，他们现在开始进攻帅府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他们现在在外面排兵布阵，张弓搭箭，看样子随时可能杀进来呀。朱元璋要是在就好了，已经攒下了2万兵马，可他为什么迟迟不来相救啊？什么？到这时候你还惦记他？我早就说过，那个王八蛋，他一旦成了气候，他根本就不会认你这个副帅。他利用了你，他又抛弃你，他恨不得你被孙德崖灭了，他自己成大帅呢。胡说！朱元璋他不会负我。副帅，朱元璋他不会来救我，绝对不会。禀大帅，外面来了一匹人马，好像是朱元璋的部队。朱元璋，跟我来！末将徐达拜见孙大帅。哼，你想干什么？上尉有书信一封，令我面呈孙大帅。上尉就是朱元璋。如今朱元璋也是一方枭雄了，叫个什么不好，偏叫个上尉。小侄朱元璋拜上孙帅，闻亳州被袭，断粮日久，军心混乱，特遣徐达押运3000担粮食奉上，以应所需。孙帅深明大义，定能够外敌援贼，内安军民，与郭大帅同舟共济，荣辱与共。此外，亳州如有不测，小侄此处有精兵2万，可朝发夕至，排危解难。粮食呢？朱元璋还有话吗？没了。不过上尉请孙大帅给个话。朱元璋啊，你真是成气候了，恩威相济呀！好，好。看在当年我落难的时候，你帮我出城的份上，我答应他了。来人，再把弟兄们全部撤回来，还有，再拨出500担粮食给郭子兴他们充饥。谢孙大帅。副帅，皇上，副帅，孙部退军了，他们的人撤得一个也不剩了。为什么撤军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听说朱元璋来人了，姓孙的这才答应退的兵。我早就说过嘛，朱元璋他是我的义子，他是绝不会负我的。元璋呢？元璋，副帅，那姓朱的自己并没有来，而且他的人也不是来帮我们的，而是给那个姓孙的送粮食来了，足足3000担呢。姓孙的肯定是收了他的粮食，这才答应退的兵。您还不明白吗？这朱元璋和孙德崖早就有勾结，他们在串通一气呀。
你还记得吗？孙德崖被赶出亳州的时候，朱元璋送了他足足有80里地。他们俩谈些什么？那只有天知道啊！福帅啊，您太善良了，被他利用，被他给蒙住了。还有，他能认你为义父，他难道就不能暗地里再认孙德崖为义父吗？他自己就不能当义父吗？我听说他在楚阳招兵买马，肆猎门户，光干儿子就认了10几个呀，比义父您的义子还多好几倍呢。他自己早都当上义父了，还会把你这个义父放在眼里？副帅，哎，副帅！末将拜见大帅，备主头顶。这不，大帅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是想……你给我滚开！哎，副帅，跟我来！父亲，你去哪儿啊？打了朱元璋！义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不起你义父。大帅，哎，您穿上这副战甲，跟托塔李天王似的，威不可挡。真的？不是吗？您这副战甲，比郭大帅可威风多了。哎，当然是了。义父，朱大帅不但比郭大帅神气，而且要背主弑父，独掌乾坤的。义父，义父，跪下！滚！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朱元璋。是谁给你起的名字？是我义父郭子兴给起的。你是谁的儿子？是谁的部下？我是义父郭子兴的儿子，是郭大帅的部下。那你为何抗命不归？为何自立门户？为何按同孙德崖妄图置我于死地？义父，我没有啊。元璋的命是义父给的，我生生死死都是效忠义父的。放屁！那孙德崖把刀都按在我的脖子上了，你非但见死不救，却送给了他3000担粮食。义父，我送粮食给孙德崖，那是为了救您呐。元璋一直以为，不管是郭帅、孙帅、彭帅、李帅，首先咱们都是义军呐，都是手足兄弟啊。咱们的死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大元朝廷。元璋一直以为咱们义军内部再也不能争权夺利了。义父，请您相信崇八吧，他这样做全是为了您呐。呵，这一唱一和的，真是对恩爱夫妻呀。丫头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也问问你，你是谁的女儿？是谁把你许配给朱元璋的？我是义父郭子兴的女儿，是您把我许配给朱元璋的。那你心里向着谁？你听谁的话？我的心向着义父，我听义父的话。好，把那个马鞭给我拿起来，替我狠狠地抽，捏死朱元璋30年。
谁？怎么？既然他是我的儿子，难道我就不能教训他吗？义父，我求您，您怎么能这样做呢？既然你是我的女儿，那就禀父之命，替义父执鞭吧。我做不到。妹子，帮哥把甲给卸下来。